迎着霜，你的跟紧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。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着飞扬，逆过冰雪难量，忘了有缘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就算天边相连，陪你天涯仗剑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人各有志，有的人想权倾天下，而我只想信守承诺，等天下太平，和你一起去劳兰关戍卫边疆。倘若我不愿意跟你回劳兰关呢？我知道我不能勉强你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同我一起，因为我心悦你。请往请回吧，我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。阿英，你走吧，既然我们都无法说服彼此，那就用一段时日都好好想一想。等回忆碎了沉默，落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日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跟你说气话，但我明白你的心思。你是因为爱重我，才不愿意看到我用性命去换别人。如果那日我们处境互换，我想我也会这么做。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？你快回去吧，不要耽误了军中颠忙。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，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
着你歌声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石七郎，我就知道你出关会往这边来，所以带着弟兄们来接应你来了。怎么样，够义气吧？哈哈，不像有些人把自己兄弟都打晕了。先回去，附近有埋伏。好嘞，这样。桃子，桃子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干果，给。怎么了？你连干果都不想吃了？不是不想吃干果，只是明天我就要和校尉一起随军撤走了。啊？怎么这么快？大将军得知校尉突然生了一场重病，他担心的不行，一定要亲自来接校尉。可他是节制两镇的大将军，要是贸然出现在潼关，怕是朝中会有什么误会。所以校尉说我们得赶紧撤回，途中也好遇上大将军。那我明天去送你。你别来了，校尉不开心。我不想让他看到枕袭军中的人。我这就去跟石七郎说，让他跟校尉赔个不是。啊！你回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别瞎吵。可是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梦中未必丹青见，人间久别不成悲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家校尉说的，意思是，只要分别的够久，人就不会觉得悲伤了。我不这样认为。我只要跟你分开，我就会觉得悲伤。要是跟你分别久了，那我会很伤心的。哎呀，这又何必呢？连送都不送一下。这会儿站在这儿看着空地发呆，哎，谁说我在看空地了？我在看两边山势。哼，现在看不看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啊，一会儿等你这心里空落落的，你就知道滋味了。哎，来，昨晚派出去的人有没有查到什么？啊，这个
树林里是有些痕迹，但看不出什么。那些人行事啊，还是非常谨慎。对了，会不会冲着崔小姐去的呀？我听说这个崔小姐病还没好利索呢，走的时候都坐着马车走的。你不去护送？不是冲着他，8成是冲着我来的。再说了，他被大军拱卫，他父亲又派了精兵来接应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哼，我说你啊，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你不去追啊，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哼，还是把心思放在正经事上。潼关已定，大军也该返京了。在看什么？我在看这天上有2只孤雁，一只向南，一只向北，好生可怜啊！不知道它们还能不能飞到一块儿。秦王奏请还朝，今日回京了。起初礼部还在议是否令百官交迎，秦王得知后给立辞了。不过今日满京城的女儿家全都涌到街头去看秦王率领大军凯旋而归，都盛传说秦王真是英勇无仇，威风凛凛呐。父亲想说什么便说吧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见秦王殿下呀？3日以后。哦，为何是3日以后啊？婉娘在等一个人，等那个人到了，婉娘才可以去见秦王殿下。哎，豹哥啊，石七郎，今日闲来无事，咱们出城跑马去。不去。听说丰盈楼来了一批好酒，咱们喝酒去。不去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自打回京的路上开始，就和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整天闷闷不乐，还摆了一张臭脸。怎么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还是说谁给我们秦王殿下气受了？这个世上啊，一物降一物。你以为威猛无敌的秦王还没有人治得了他了吗？哎呀，你别和我打哑谜，说呀！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，总比有人这个心乱如麻、胡思乱想强吧？石七郎，顾小姐求见。秦王殿下。殿下。顾小姐客气了。奶娘，奶娘，走。石七郎啊，你长大了。小郎君呢，已经变成了秦王。我一到京都啊，就听见城里人人都夸，说秦王好生威武，每个小娘子都想嫁与秦王。奶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住到乡下已经好多年了，身子不好，也没人送我到城里来。这次啊，多亏了顾小姐，不知怎么托人就寻到了我，问我想不想来看看你呀？我自然乐意呀。这次能见到石七郎啊，我就算立刻死了，我也愿意呀。奶娘，别说这样的话。我高兴，我高兴。奶娘，
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吧。这秦王府很大，你想住哪就住哪。好，好。哎呀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殿下，老人家歇惯了午觉，我刚刚已经服侍他睡下了。殿下放心吧。多谢顾小姐。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。奶娘年纪大了，我也曾派人寻访过她，可总是无功而返。我甚至以为再也见不到她老人家了。奶娘的亲生儿子十分不孝，我便没有给他金银，而是令李正好好责问他。奶娘家中贫寒，所以我以殿下的名义买了几亩良田，地契上写的都是奶娘的名字。这样，以后他若是不想在府中常住，回乡间养老也是足够的。顾小姐，你真是个心善心细之人，谢谢你。对了，那买良田的银两，待会儿我命人送到府中去。殿下客气了。我自幼愚笨，实不相瞒，在家中也不受父母宠爱。所以，但凡有人对我好一点点，我便十分感念。殿下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这样的大恩，婉娘无以为报，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。只愿殿下常得欢颜，这样婉娘便十分高兴了。谢谢你。朝臣们都劝朕，要对崔乙也有所赏赐，还要我好好笼络笼络他们崔家。哼，他已经节制平凉、未央两府，我还怎么赏赐啊？再说了，他也没有儿子可以封爵，哎，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好好的笼络笼络他们崔家呢？父皇，儿臣心中倒有个想法。快说。听闻这崔乙只有一个女儿，而且是在军中长大的，并不逊于男儿。儿臣至今并未婚娶，不如父皇将这崔氏女赐婚给儿臣。如此一来，崔氏女就变成了父皇的儿媳，而崔乙就变成了儿臣的岳父。哪怕是将来让他退出东都，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这个法子好，很好。只是不知道这个崔氏女是什么样子啊？你说她从小在军中长大啊，是不是为人很粗鲁？若是容貌又丑陋，性情又粗鄙的话，哎呀，岂不是大大的委屈你了吗？儿臣是父皇的儿子，理应为父皇分忧，笼络崔家，以免君臣猜忌，这是儿臣应尽的本分。父皇放心，无论这崔氏女相貌如何，品性如何，儿臣都愿意娶了她，并且好好待她，从此让崔家对父皇忠心耿耿。莱儿，还是你最顾全大局呀。不过你放心，父皇以后呢，一定赐几个美姬给你当侧妃，不会让你白白的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放心吧，啊。父皇喝茶。好。您是说，朝中遣人来，说想将我嫁与齐王？哼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齐王什么东西啊？也想娶我女儿。皇帝果然是李逆他爹，这父子二人一样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好了，不提那个不知好歹的混人。阿爹，我是想，既然朝中有人起了这样的心，那咱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反将他们一军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是？咱们大大方方的上书皇帝，就说想让我嫁给皇子，可以，但是要遵从我的意愿，
要我自己从皇子中择人而嫁。那个李逆不知好歹，难道你还要嫁给他？我嫁不嫁给他是两说，但是既然朝中已经有人惦记上咱们崔家，那我们不如坦坦荡荡的行之以阳谋。你是说，只要我说从皇子中择一人而嫁，那就会有一场天大的热闹可以看。李逆这两个兄长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可以无耻到什么地步。我也要看看李逆会有什么反应。阿英，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可不要赌气。阿爹，我没有赌气。如今因节制平凉、喂养，咱们崔家军又兵力强盛，朝中早有人坐立不安，视我们为一块肥肉，人人都想上来抢一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不如先一招破局，让他们自己先打得头破血流。你可要想好了，这奏书一旦递上去，你未来的夫婿只能从3个皇子中挑选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最后的结果如何，未必真能如我们所愿。阿爹，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女儿已经想清楚了。世事如棋局，这天下便是最大的一局。女儿想做那个执棋的人。秦王心中牵绊太多，无异于储君之位。女儿曾经与他一席长谈，但是收效甚微。既然他甘愿为一颗棋子，那女儿就算逼，也要把他逼成另外一个执棋的人。阿爹，我想赌这一把。陛下，崔乙奏书中说，是陛下示意，想将其女赐婚于齐王，确有此事吗？朕确实是派人去问了一下。陛下之意便是圣意，但是他身为臣子，竟然口出狂言，要为女儿在皇子中择婿，视当朝礼法为无物，还请陛下下旨申斥，以正朝风啊！没错，这个崔乙确实是太目中无人了。他以为皇室是菜市啊，想挑就挑。陛下，崔乙节制平凉、魏阳两府，又占据东都，朝中上下本就忧心他权势过大，无人辖制啊。陛下圣明，愿意选崔氏女为皇子妃。如今崔乙不过是婉言相求，为女儿择一皇子为婿。陛下不如应允，此举不费一兵一卒，便能收归崔家兵权，真是高明啊！朕也觉得这个法子不错。可是朕的儿子要娶他的女儿，那是他们崔家无上的荣光啊！怎么还能再上奏书说自己挑一个呢？陛下所言甚是，崔家无状，崔氏女怎堪为皇子妃呀？无人无状，陛下是君主，胸怀广阔，能容天下。崔家所为，陛下定然可以宽宥。先君后臣，天经地义，岂有臣子挑选皇子为婿的道理？你这是食古不化，不通辩理，你这是迂腐。你这样说，可对得起陛下，可对得起列祖列宗？你这是不懂礼数，你才不懂礼数，你忘了祖宗。多谢嫂嫂。二弟客气了，你们兄弟二人慢慢聊。大哥真是娶了位好嫂嫂啊，臣弟羡慕不已。这一下朝二弟就赶到我府上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大哥，这次你务必要帮我呀！崔乙说要在我和李逆之间择婿。崔乙说是在皇子中间择婿。啊，我想大哥已经娶了王妃了，想必那崔小姐不愿意嫁过来做侧妃，所以我才想着，若是大哥能够帮我一把，
我要是能够得到崔家助力的话，以后必定会全力相助大哥入主东宫的。大哥意下如何？二弟说的有理，这崔家小姐绝不能嫁给李密。那就多谢大哥了。这位崔小姐，我服，五体投地，心悦诚服。你们说说，皇上要把崔小姐嫁给齐王，他多聪明啊！主动上书，说自己要在皇子中选一位，这不就明摆着吗？他要嫁给我们17郎啊！就是。哎，17郎，你总得向他表示表示吧？啊？对，得表示一下。要的。他只是说要从皇子里面选一个，又没说是我。哎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人家一个姑娘家，难道要指名道姓说嫁给你啊？她不想嫁给你，嫁给谁啊？啊，对啊，她不想嫁给你，她为什么要上这道奏书呢？对呀，是啊，石七郎，对，娶崔小姐两全其美，是吧？虽然这个崔小姐呢，她平时为人确实有些厉害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她是崔乙唯一一个女儿，那以后整个崔家军就是由她的夫婿来管辖。那咱们说，这种好事儿，她能让给齐王吗？不能。对呀，不能让。但是兄弟们，这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崔小姐对咱们17郎本来就颇有情分的。我觉得小裴将军说的特别对。哎，耳朵，这回你可是高兴坏了吧？啊，崔小姐嫁给我们17郎，这桃子姑娘自然就到我们王府中来了。到时候你们俩不也就双宿双飞了吗？双宿双飞啊！哎，17郎，就你崔小姐这嫁妆，起码得有300台吧？得有。那咱们的聘礼也不能少了呀。是啊。哎，俺们村里的规矩啊，这聘礼得有一对大雁，是新郎官亲手射的。要不趁着天气好，俺们兄弟出城陪你射大雁去。哎，对，那要是17郎自己没射着，那大雁让我们射下来了，算不算？当然不能算了，不是说了吗？要新郎亲手射的。哎呀，当然得算了，我们是17郎兄弟，是家人，家人射的为什么不算？不能算，能算，不能算，不能算，我说能算，不能算，就是不能算，行了，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哎，别争了，我说跟你算。17郎，新郎官你别走呀，什么时候射大雁去？俺们兄弟好准备弓箭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说阿英上这道奏书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她并不想嫁给齐王，所以才婉言谢绝。因为她只想嫁给李逆。阿英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对她一片痴心，她难道一点也看不到？公子，校尉他其实……他一定是因为我接了结说的兵，所以才恨我。恨就恨吧，反正只要我和他在一起，我慢慢劝他，他迟早会回心转意的。我和阿莹要去的地方，山清水秀，阿莹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和他就在那儿，过着逍遥又自在的生活。阿英喜欢吃的点心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只要我和阿莹到了那儿，就再也没有人打扰我和阿莹了。
石七郎，有喜讯啊！什么喜讯啊？让你这么高兴？崔小姐派人来了，约你到城外相见。我就说嘛，崔小姐肯定是找你来商量这个定亲的事儿。你们俩啊，情投意合，此番崔小姐又主动上书皇帝，哎，人家一姑娘家能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不管你们俩以前怎么吵架赌气，这回见了面啊，你可千万要和好如初啊，赶紧把人家娶回家来。哎，石七郎，你怎么了？他若是选我，自不必见。既然约见，只怕事有不协。乐游原还是那么美啊！阿影，当日在潼关，你让我们各自想一想。大将军上了奏书，我原以为你是不愿意嫁给齐王的，才被迫上那道奏书。世事如棋局，无一人能独善其身。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，难免会遭人觊觎。那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心里自然是愿意的，但你那两个兄长会乐见其成吗？我说过，我无意与东宫楚围，我会寻回太孙，让父皇立太孙为储君，兄长他们就再无指望。你觉得你那两个兄长会甘心让太孙被立为储君吗？如果太孙一旦入主东宫，他能活过1年半载吗？有我在，我就一定能保太孙在东宫平安。就算你可以在朝中处处保护太孙，可是你能担保就万无一失吗？你是秦王，又手握兵权，到时候你的2位兄长构陷你和太孙谋朝篡位，你又如何自辩？难道你为了清白就自恃兵权？那太孙又有谁来保护呢？就算你可以带着太孙回到劳兰关，可你那糊涂的父皇被人挑唆之后，一指令下，命你自裁。到时候你是遵旨还是不遵旨？等你陷入绝地，那太孙又如何保全？石七郎，这一局真龙，我已经处处替你谋算过了，皆是死局。唯有你自己入主东宫，你才能有条活路。我不相信这是我唯一的活路。你能不能不要把人心想得这么险恶？那过一段时间，殿下也许自己就会发现，人心到底有多复杂，到底有多险恶。所以你今日约我前来，就为了告诉我这些？不错。你喜欢我吗？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特别有本事，还非常聪明。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。虽然第1次见面，我们就大打出手，第2次见面，我就把他踹到井里去了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是喜欢他的。虽然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也不知道喜欢别人到底是什么滋味，但是我心里很肯定，我是喜欢他的。无论他是劳兰关的17郎，还是秦王殿下，
无论他是贩夫走卒，还是皇孙太子，我就是喜欢他而已。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但为什么不能嫁给我呢？殿下回去吧，也许过段时间，殿下就会明白，不是秦王想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就可以回到劳兰关做17郎，而是秦王殿下不能不做东宫太子。如果我不做太子，你是不是就不愿意嫁给我？如果我说是呢，殿下心里会不会好过一些？17郎要是娶了崔小姐，那就会留在京都，那你应该也会一起留在京都了吧？那可不一定啊。这为什么不一定？那崔小姐都留在京都了，你还能去哪？也许我们家大将军不愿意把我们家小姐嫁给你们秦王呢。那不可能，你们大将军不都已经上了奏书了，让你们崔小姐自己选一个皇子，这不摆明着，他一定会选17郎来做夫婿吗？而且他们今天约定见面，不就是为了商量婚事吗？哎，奇怪，我们家小姐跟你们秦王商议婚事，这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桃子，干嘛？我喜欢你，我想一直跟你在一起。你愿意吗？我嘛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？你们家秦王怎么突然骑马离去了？小姐还在那儿呢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。小姐，你刚刚跟秦王到底说了什么呀？怎么突然就不欢而散了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来找你商议婚事的吗？怎么的？难不成他还不想娶你了？他只是不愿意做太子，但是他不明白，如果他不做太子，他就有可能连自己的性命都保全不了，还如何娶我呢？他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明明那么喜欢你，喜欢到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，这难不成让他做太子，比要他的命更难吗？还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以往，我会为你爱着。你看，4时有序，风雨无晴，这天都要黑了，偏偏又下起雨来，这行路的人该有多艰难？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，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还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以往，我会为你爱着。那不是秦王殿下吗？这么一大早的，殿下怎么从城外
太迟了。殿下看上去竟有几分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。殿下，殿下，信王府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信王府昨夜走水，信王妃轰了。什么？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怪不得信王府竟然会突然走水。我可怜的嫂嫂连同所有的婢女仆人一个都没跑出来，全部葬身火海。原来是有人故意纵火。我们安插在信王府的内线，竟竟无一人逃出来，觉得此事蹊跷，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探出来。王妃的院子似乎有些不对，当天的救火也有所拖延，此事定然是故意纵火，绝非意外走水。只是不知是什么人做的。真没想到，信王府后面这么大一片院子都被烧成了白地，王妃和满院子的丫鬟仆役就没一个人逃出来。不对，什么不对？王府是有规制的。信王府是从前老晋王府旧宅修整而来，梁柱用的都是金丝楠木，木质十分坚硬，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旁边院墙的砖却一点都没有熏黑。昨晚还下雨，信王府却救火不及，这种种都不对。石七郎，那你的意思是？一定是纵火，或是浇了油，或是用了助燃之物，否则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内连金丝楠木都烧成了焦炭。既然是纵火，那么大嫂的死就另有隐情。能在王妃后院纵火，又能操纵仆役，恰巧前2日我还去求大哥，让他帮我求娶崔氏女。哼，还能会是谁？殿下是说，此事是信王所为？我这大哥竟敢烧死自己的结发妻，他这明显就是冲着崔乙上书择婿一事来的。如此一来，他定是也要争一争这位崔氏女，不会再帮我了。殿下，这不正是咱们的机会？你说的对啊！如果让父皇知道的话，大哥就不能求娶崔氏女，我的胜算就更大了。殿下英明。我相信过2天，三弟也会对此事起疑，到时候我可得好好的帮一帮我这位三弟。毕竟当年他对大嫂的感情可是最深厚，他最是敬爱大嫂。如果让他知道是大哥害了大嫂的话，他一定会奏报父皇，父皇就一定会彻查到底，到时候我大哥就倒大霉了。这个信王好狠呐！你觉得是信王下的手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真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杀死自己的结发妻子。那可是天家，父子相残，手足互枪，就算杀死结发妻子，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。阿爹，我想去西长京。你去西长京做什么？信王杀发妻，就是想娶我。那我都要看看，他跟这个齐王又会如何相争。你其实是要看看秦王会如何吧。小姐，咱们今日又要去秦王府看老奶娘啊。崔乙上书，要替女儿从皇子中择婿。这道奏书十分古怪。那古怪在哪里？我曾经见过这道奏书的抄录原文。若崔乙上书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必然是另外一番措辞，文字间也可以有所暗示，但偏偏没有。
若崔以上这道奏书不是想将女儿嫁给秦王，那这其中可能就有另一番打算了。所以小姐今日才要到秦王府去。京城看着秦王进城，似乎淋了一夜的雨。他是一个飞扬洒脱的人，几乎从来不曾有过这副模样。想来是遇到了极大的变故，这变故或许与崔家那封奏书有关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，若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是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眷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